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我是你的老朋友小酱汁。开讲前麻烦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我定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谢谢大家。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女人命中的富贵其实都写在面相上。直到现在都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一个可靠又富裕的男人才是女人最大的福分。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很多人开始慢慢否定这个说法，但似乎它仍然根深蒂固，存在于大部分人的内心里。而其实幸福到底是什么，都是写在每个人的脸上的，当然每个人也都有所不同。就拿娱乐圈来说吧，不少女明星做着想要嫁入名门望族的梦，这大概是她们所以为的幸福。可就面相看来，娱乐圈里大多数女明星都并不具备这样的面相特征，所以我们总是常常看到一些女明星为了嫁入权贵做出多少奉献和牺牲的新闻，到最后却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其实女明星们的脸对于名门望族来说都是并不讨喜的类型，清一色的高鼻梁锥子脸，这样只会让命中的富贵对其敬而远之。其实所谓富贵，到底何为富贵？如果单就面相来看是这样的：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稳重，气色红润，脸型圆润不露骨，鼻翼丰隆，山根饱满但不至于太过突出。这样的面相是典型的福气脸，旺自己更是旺身边的人。而其中缘由到底是为何，我们慢慢来看。一、脸型圆润饱满。身在富贵人家的人大多都具备这个特质，脸型比较圆润，下挺不会过于削尖，脸上颧骨不会太突兀。这样的人处事比较随和，常常会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不论是谁都会觉得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很舒服。而名门贵族的人必然会常常出入各种社交场合，所以如果身边能有这样的女人相伴，那么一定会得到别人赞赏的眼光与支持，如此一来，做起很多事情来也自然是更加顺畅了。二、山根饱满，鼻翼丰隆。山根是一个女人的肤相，山根好了，夫运自然不会弱到哪里去，但是山根过于高挺就不好了。这样的鼻相在性格上则会显得有些强势，不太会顾及旁人的感受，所以女人的山根只要饱满即可，不可追求过于高挺，更不可有节节凸起，而鼻翼部分也要饱满有肉才可以，这表示一个人内心的秉性比较厚重，值得信任。三、耳垂方厚有肉。很多人从小时候大概就会听到别人这样说，耳垂大的人很有福气，就好似那寺庙里佛爷的耳朵似的，所以很多人理所应当地认为耳垂方厚是福禄的象征。但其实还不仅如此，耳垂不仅是一个人福禄的代表，更代表一个人对于外界压力的承受能力，以及对自我脾气的克制能力。我们之所以常常说轮飞扩反的耳型不好，只因为这类人做事往往过于冲动，任性随之，不会考虑事后的结果。而大耳垂的人在这一点上刚好相反，所以说用耳垂去考量一个人的情商如何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四、眼神清亮，眉清秀。眉眼在五官当中所占比重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尤其是眼神，当为五岳之首。一个人的心性脾气可以说是一览无遗地展露在眼神中了。如果一个人眼神清亮，透着温柔，同时又带着坚毅，那么这个人的脾气性格一定非常稳重，不会轻易乱发脾气，且做事肯听别人意见，但也非常有自己的主见。这种眼神自然当属上层，情商高处亦可见一斑。我们看看那些是不是往往都是如此眼神呢？再说说眉毛，这些人的眉毛往往都是高挑的新月眉，但这高挑中是带着圆润的，不会有那种所谓为了修饰脸型的凌厉的棱角。
这样一来就减少了锐气，多了稳重和随和，也添了不少福气。我们其实可以观察一下身边那些生活在富贵家庭的人，是否都有着以上面相所托起的温良秉性呢？要满足富贵生活的条件，必须是需要有各种社交和应酬作为支撑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会遇到很多不尽人意的安排，而这时就到了非常考验智商和情商的时候了。所以没有一个厚重的面相是撑不起这些复杂又令人头疼的事情的。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贵妇们大都如此面相，但却也并不是所有此等面相的人都能成功升级为贵妇的，这个当然也还是需要结合一下个人运势的。但是不论是富贵人家还是平常人家，拥有如此面相的人大多能够让自己脱离不理想的生活，从而达到自己理想所追逐的状态。不单是旺自己，其实亦更旺夫。如此面相往往需要几代人积攒的福气所汇聚而成，更重要的自然还是人们在成长之路上所受到的良好教育。所以其实不要把目光只放在如何跨境富贵上，其实即使是你真的身在富贵人家，很多东西也是得自己打拼。一个人能够在旺自己的同时旺别人，才能算是真正活出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你所以为的豪门，其实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你想的那么潇洒容易，很多时候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是寻常人家无法想象的。俗话说欲戴其冠必承其重，也正是这个道理。这世间所有的路往往都不会是一条单行道，所以到底能不能踏上那条富贵的康庄大道，不要过于执着，只要秉着纯良的本性，锲而不舍地去为自己的理想努力。你得相信，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大现的面相与命运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有些男人从面相上就能看出来是典型的大富大贵命格，但是也有一些男人给人一种很容易破财的感觉。今天小酱汁就带酱友一起了解一下男人散财破财的面相有哪些特征。一、田宅宫凹陷。如果一个男人的田宅宫凹陷的话，说明在生活当中会出现很多破财的情况。所谓的田宅宫就是在眉眼之间，这个部位代表了一个男人拥有财富的能力，或者是不动产的情况。如果田宅宫凹陷或者是有杂纹的话，说明财运比较差，在生活当中常常会有破财的情况出现。有这类面相特征的男人，虽然在赚钱方面很有自己的方法，但是守财能力极弱，并且为人斤斤计较，在意个人得失，常常会因为眼前利益而做出后悔莫及的事情，也就是所谓的捡了个芝麻丢了个西瓜。这种类型的男人命中难有大财，生活穷困潦倒，尤其到了晚年时期，经济状况非常窘迫。二、鼻孔朝天。在面相学当中，鼻子被视为财帛宫。如果一个男人的鼻孔朝天的话，意味着钱财外露，是难以聚财守财的象征，财运是非常差的。鼻子代表了一个人的财运，通常来说，鼻孔朝下，从正面看不到鼻孔，这是非常好的面相。但是如果鼻孔向上，从正面看到鼻孔的话，这种面相代表着会漏财。这种类型的男人自身财运较弱，在赚钱方面比较困难，一生都在为钱财所困，赚钱对他们来说很不容易。即便有时候通过努力得到了一些财富，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导致财富流失，手头难以存下理想的积蓄。三、牙齿参差不齐。如果一个男人的牙齿参差不齐，说话跑风，这种也是典型的破财之象。牙齿参差不齐的男人大多性格比较急躁，做事没有耐心，并且说话不加考量，总是喜欢说大话，给人一种很不稳重的感觉。这种类型的男人在消费方面挥霍无度，花钱如流水，从来没有节约意识，喜欢攀比，虚荣心强，很多时候会在外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会造成不少的浪费，也常常会陷入经济窘迫的局面当中。另外，牙齿参差不齐的男人性格上存在很多缺陷，朋友较少，所以在求财的道路上无人帮助，会遇到很多坎坷与阻碍。四、下巴尖锐，脸型偏斜。在相学当中，如果一个男人的下巴比较尖锐，脸型偏斜的话，这样面相也是典型的破财之象。这种类型的男人往往在赚钱方面能力较弱，存钱也比较困难，在生活当中容易相信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常常会因为别人的一些甜言蜜语而轻易相信，所以在金钱方面会造成很多损失。这种面相的男人一生运势坎坷起伏，虽然有时候会得到一些意外的财富与收获，但是破财的情况更多，所以经济压力较大，生活状态也很窘迫。尤其在晚年时期，由于身体情况不佳，在看病就医方面需要花费不少钱，然而身边无人给予帮扶与物质上的支持，生活压力非常大，难以安享晚年。
5. 双眼无神，从男人的眼神当中就可以判断出男人的精气神、上进心等。若是男人整日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看起来就像是没有睡醒一样，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男人做事没有啥大的主见，就喜欢懒懒散散，一点上进心都没有，注定奔波一生，赚的也就只是顾得住温饱的工作。所以别指望这样的男人有啥大成就，就算是有机会给他们，自己也抓不住。6. 下巴短小，在相学当中，下巴位于下庭的位置，从下巴的好坏就可以看出财库的大小等。若是男人的下巴长得过于短小，或是向后斜的比较明显，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男人自己聚财的能力比较差，也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常常是辛苦一生，自己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而下巴长得短，则财库不丰，估计他们家财也难以兴旺，连住的地方都是问题。7. 蓬头，在相学当中，若是男人的头发长得乱糟糟的，看起来就像杂草一样，则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男人多半都是一些又懒又馋之人，天生的性格比较懒惰，没有一点自我的主见，干啥都没有上进心，连自己的家人都难以养得活。而且这样的男人就连自己的婚姻关系都不懂得如何去维持，从而导致忙碌辛苦一生，干啥都不会发达，日子过得比较辛苦。8. 嘴巴歪斜外凸，男人的嘴巴长得明显歪斜外凸，能看得到牙齿，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拥有此种面相的男人都是一些牙尖嘴利之人，常常言语方面会过于刻薄，喜欢在背后搬弄是非，从而喜欢挑拨身边人的关系。所以这样的人注定也发不了啥大的财运，注定就是一副小人相，自己不想着怎么发财，就想要从别人的身上算计钱，多半都是一些心术不正之人。以上这7种面相特征的人，一生存不住钱，散财破财不断。而除了这些，如果女人的面相有以下5种特征，也会导致男人破财平平。接下来小酱汁继续为酱友们讲解。1. 颧骨高，如果一个女人颧骨比较高的话，这是典型的克夫之相，婚后会克制丈夫的发展。不仅如此，也常常会让丈夫出现破财的情况，因为这种类型的女人性格比较的极端，做事不考虑后果，在外容易发生冲突和矛盾，而她们也是常常会因为自己的不理性而招惹到一些是非，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去处理解决，也给丈夫造成很大的经济压力。2. 鼻子有疤痕，另外女人的鼻子代表着夫运，通过女人的鼻子情况能够看出丈夫的财富状态如何。如果一个女人的鼻子上有疤痕的话，说明自身的财运不是很好，同时也会导致丈夫在事业上难以取得好的发展，生活当中出现一些额外的支出。鼻子上有疤痕的女人花钱大手大脚，不懂得勤俭节约，而且虚荣心很强，时常会在外与人攀比。鼻子上有疤痕的女人婚后总是喜欢没事找事儿，与丈夫之间会产生很多矛盾与争吵，不仅夫妻关系不好，经济条件也非常窘迫。3. 嘴大，嘴大的女人喜欢在外挑拨离间，招惹是非，人际关系非常差，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朋友。这种类型的女人婚后也会给丈夫带来很多麻烦，不仅会影响到丈夫的社交，同时也会造成一些破财的情况。嘴大的女人性格比较极端，张扬跋扈，不懂得低调行事，总是自轻自贱，会给人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这种类型的女人会严重阻碍到丈夫的发展，再加上性格强势，不懂得包容和理解对方，所以婚姻状态是非常不稳定的。4. 有法令纹，有法令纹的女人通常会给人一种比较苦楚的感觉，法令纹的出现也就代表着财富流失，在生活当中会出现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并且这种类型的女人自身运势不是很好，婚后也会影响到丈夫的发展，再加上她们的性格较为强势，控制欲强，不懂得服软让步，很多事情都喜欢与别人对着干，所以在打拼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坎坷。有法令纹的人不仅不会给丈夫带来帮助，还会让丈夫在金钱方面出现很多的亏损。5. 声音沙哑，在相学当中，声音沙哑的女人是克夫的，这种女人斤斤计较，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也受不得一点委屈，性格强硬，只要是自己决定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做出改变。声音嘶哑的女人还会很容易玻璃心，喜欢无理取闹，总是会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导致丈夫无心工作，在事业上频频出错，不仅错失了一些好的发展机会，也会导致财运低迷。声音沙哑的女人花钱大手大脚，没有一点节约意识，与她们生活在一起，男人的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以上这些面相特征都是生活中很常见的，大家讲讲，吃胖久有福，身上这9个地方越有肉，越聚财越聚福。现在一些人为了五官更立体漂亮，鼻子弄得高高小小的，其实相由心生，只要心善心正，自会福气多，好运来。下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身体什么地方瘦小无福，什么地方多肉有福呢？一起来看看吧。1. 身体这6处瘦小无福。1. 头小，所谓头小，也是相对于头部和身体的比例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身子长得较为宽大，头比较小，整个身体的比例看上去不是很匀称的话，
男人如此则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但是婚后会对妻子的运势造成一定的阻碍。而女人如此的话，自身事业发展不错，个性比较强，容易对丈夫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影响。男子防妇，女人防夫，家中容易出现一强一弱的现象，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够和谐和顺利。2. 脸小额头窄，而脸小则是相对于整个头部而言，如果头部长得较大，但是脸型较小，额头尖窄的话，整个脸型看上去就会显得单薄无势。首先来说，这种人一般家世和出身一般，很难得到来自于家中的扶持和帮助，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打拼，很早的时候便不得不进入社会闯荡，而且智慧有限，考虑问题不是很全面，想要获得成功，需要付出比常人多出很多的辛劳才可。3. 眼睛小，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心理和交际能力。如果一个人的眼睛长得狭窄而窄小的，这种人一般小聪明比较多，但是缺乏大智慧，考虑问题时目光也比较的短浅，只注重眼前的理智，不注重长期的发展和效益，容易因小失大，经常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与他人发生矛盾，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人缘比较差，经常的容易得罪人，而且喜欢一意孤行，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所以遇到困难时也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4. 耳朵小，耳朵在面相学为肾之外窍，主一个人的寿命、健康、智商和福气。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较为薄小，没有耳垂的话，这种人大多肾气不足，身体健康状况欠佳，容易受到疾病困扰，而且智商不高，心性不够坚韧，做事缺乏坚持，思考力和判断力都比较差，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时就会显得焦头烂额，不够冷静和理智，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小气，所以一生劳碌辛苦，却难有作为，寿命难长。5. 鼻子小，鼻子在相学中也称财帛宫，主管着一个人的财运、财库、财路和蓄财力。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较小，或者鼻翼扁小无视的话，这种人一般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小心和谨慎，对自己缺乏自信，缺乏决断力和魄力，遇事总是畏首畏尾，容易错失很多的机遇，而且理财能力比较差，挣钱比较困难，即使能够挣得一些钱财，最后也很难守住，一生的事业财运和仕途运不佳，难有什么大的成就。6. 嘴巴小，嘴巴是一个人说话和吃饭的重要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表达交际能力和享受欲，在相学中称为出纳宫，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对待金钱的态度和钱财进出能力。如果一个人的嘴巴长得较小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的内向和保守，做事谨慎小心，缺乏气度和勇气，遇到困难就容易不知所措，个性方面也比较孤傲，有着很强的自我优越感，人际关系不是很好，花钱时大手大脚，不知道节省，也没有储蓄和理财的观念，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与大富贵无缘。2. 身体八处有肉多福。1. 额头饱满，额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早年运势，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慧和事业财运状况，尤其是14岁到30岁之间的运势。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长得饱满而开阔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聪明，学业运较好，而且家庭环境也非常不错，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在事业生活中也容易得到家中的帮助，处事灵活，很得长辈或上司的器重，贵人运较好，在年轻时便能获得较好的事业发展和金钱收入，容易早年得志。2. 眼尾多肉饱满，眼睛的尾部太阳穴附近位置在相学中称为尖门，
也叫夫妻宫，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心性和感情、婚姻运势。如果一个人的眼尾处长得饱满有肉的话，这种人一般心性开朗，心胸开阔，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大气有原则，对待感情也比较的认真和专一，家庭责任感非常强。男人如此旺财，女人如此旺夫，一生婚姻稳定，家庭和谐幸福。3. 眉毛末端对上的部位饱满隆起。眉毛末端的上方部位在相学中称为天仓，仓即为古代装粮食的地方，而天仓部位就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和蓄财力。如果一个人的天仓部位长得丰隆饱满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聪明，善于走动和处理身边的人际关系，喜欢广交善缘，身边的朋友非常多，而且行动力非常强，不怕辛苦，敢打敢拼，特别的适合做生意，旺财又有福气，存钱能力比较强，往往能够获得大富贵。4. 命门饱满厚实。所谓的命门指的即是颧骨和耳朵之间的部位，颧骨代表着能力，耳朵代表着智力和福气。如果一个人的命门处长得饱满厚实的话，这种人一种个人能力比较强，而且意志力坚韧，头脑聪明，做事灵活多变，又懂得坚持，有着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做事也非常的认真和努力，工作运和事业运较好，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一生注定能够大富大贵。5. 腮骨处饱满多肉。腮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力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如果一个人的腮骨部位长得饱满有肉的话，那么下巴处大多也是饱满圆润的，而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储蓄力和晚年运。如果一个人的腮骨和下巴长得饱满有肉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温和大方，待人和善，而且很有恒心，做事认真而负责，懂得为他人着想，事业和生活中容易赢得周围人的信赖和尊重，而且很旺子女，子女长大后健康有出息，晚年福气深重。6. 项背上多肉。所谓的项背指的主要就是人的脖子后方与肩膀的连接处部位，此处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靠山、责任和担当。如果一个人的项背处长得厚实有肉的话，这种人一般体魄非常健康，而且很有责任心和担当力，注重诚信，只要决定的事情或者是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会努力的去做到，在外面不怕辛苦，在家里又非常的会照顾人，性情非常的老实，人缘非常好，容易得到周围人的相助，容易大富大贵。7. 手腕光滑多肉。当一个人的手腕光滑，既不露骨也不肥胖时，就意味着这样的手腕与血肉相称，是一个好身体。有腕带和肉的人，他们通常用更少的工作得到更多，并且有相对广泛的赚钱途径。如果你发现你的手腕最近变得光滑多肉，这意味着你目前的财富逐渐稳定并有上升趋势。8. 双下巴。人们常说有双下巴的人会带着福气，此话不假，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双下巴不是吃出来的，所以面部整体都有肉的人须得另当别论。有双下巴的人一般幸福感比较强，人缘也好，有天生聚财的福气，所以没有必要对自己的脸部过于苛求，顺其自然才是最美的。一直以来，人们总是以瘦小为美，但有福的人怎么会瘦小呢？所以我们不需要太过于在意瘦小，只要自身是正常匀称的体型，那么就不需要过多的去纠结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